各位，這個影片可能會徹底顛覆你對未來這幾年的認知。這話聽起來或許有些刺耳，甚至有點危言聳聽，但我懇請你給自己一點時間，靜下心來把這些話聽完，因為很多人可能真的撐不到2026年了。我說的撐不到，絕對不是什麼科幻電影裡的末日預言，而是一場正在我們每個人身邊，甚至在我們內心深處悄然發生的大崩塌。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你有沒有發現，這幾年身邊的很多人都活得很累？那種累不是身體搬了多少磚，熬了多少夜的累，而是一種深深的透至靈魂的疲惫。我們很多台灣的年輕人、中年人，每天一睜眼就是房貸、車貸，職場裡的明爭暗鬥，上一代的期盼，下一代的撫養。你就像一個在滾輪上拼命奔跑的倉鼠，不敢停下來，卻又不知道終點在哪裡。多少個夜晚，你躺在床上，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眼淚莫名其妙地在眼眶裡打轉。你在心裡偷偷問自己，我到底是為了什麼在奔波？我這輩子難道就這樣了嗎？真正的危機根本不是外在環境有多殘酷，而是我們正在慢慢失去對未來的想象力，失去了對生活的掌控感。你的心已經在不知不觉中放棄了你自己。在古老的東方智慧中，天地宇宙的運行是有其規律的，每隔一段時間，天地間就會出現一個巨大的轉折點，而2026年就是一個極其關鍵的關口。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場全人類的能量大篩選。什麼是能量筛選？簡單來說，那個曾經只要你拼命爭奪名利就能過得不錯的三维物質世界正在慢慢坍塌，一個更看重精神力量、看重內心維度的時代正在加速到來。到了2026年那個關口，那些內心充滿貪婪、執念、怨恨等低頻能量的人會加速消耗殆盡，而那些內心保持清明、守住善良與慈悲的人，反而會在這一場前所未有的混亂中找到一條浴火重生的新路。這是一個淘汰與提升並行的年份。如果你還在用過去那一套渾渾噩噩的方式生活，你真的會撐不下去。我們来看看，在這場時代的巨變中，最先倒下、最容易被淘汰的是哪4種人？你一定要在心裡默默對照，看看自己有沒有中招。第一種被淘汰的是那些永遠在等待完美時機的人。這種人嘴裡最常說的話就是：等我有錢了，我再去追求夢想；等我閒下來了，我再好好陪家人；等環境好一點了，我再開始改變。他們永遠在等，可是朋友，宇宙唯一的真理就是變。易經裡講，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機會是留給那些早就準備好的人，絕對不是留給那些在原地干等的人。你等待的那個完美时機根本就不存在。你在等待中消耗的是你最寶貴的生命能量，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經老了，什麼都來不及了。第二種被淘汰的是沉迷於短期刺激、被慾望綁架的人。你看現在這個社會有多可怕，鋪天蓋地的短視頻、快餐式的娛樂、碎片化的社交、廉價的垃圾食品，只要你願意，你隨時隨地都能獲得及時的滿足感。可是這些東西正在悄悄地一口一口地吞噬着你的意志力和創造力。你每天滑着手機，幾個小時一下就過去了。看完之後呢，是一陣更巨大的空虛和焦慮。你以為你在消遣時間，其實是時間在消滅你。你的能量場在這些毫無營養的刺激中變得千瘡百孔。當2026年的大考來臨時，一個靈魂空洞的人拿什麼去抵禦風浪？第三種被淘汰的是拒絕接受變化、死守過去的人。科技在瘋狂迭代，
AI 在取代傳統行業，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方式也在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可就是有那麼一群人，他們守着過去的經驗，覺得只要我不聽不看，那些改變就不會影響到我。時代拋棄你的時候，是連一句再見都不會說的。不肯順應天道變化的人，注定會被時代的洪流無情地沖刷掉。拒絕變化，就是拒絕生命的可能性。第4種被淘汰的是喜歡孤軍奮戰，把心門緊緊鎖死的人。人是群居的動物，可是現在的人類卻活成了歷史上最孤獨的一代。明明每個人心裡都極度渴望被愛、被看見、被理解，但表面上卻裝作一副百毒不侵、無比冷漠的樣子。那些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重擔都一個人扛在肩上，不懂得求助，也不願意向別人敞開心扉的人，往往是第一批崩潰的。因為一個人的能量終究是有限的，當高壓的現實像座大山一樣壓下來時，沒有情感的支撐，人的精神防線瞬間就會瓦解。如果你今天聽到了這裡，心裡有一種被擊中的感覺，甚至覺得有一點痛，那麼恭喜你，這證明你的靈魂還在掙扎，你還在尋找答案，你還沒有放棄你自己。這已經比世界上80%的人都要強得太多了。既然这場2026年的大筛選無法避免，既然舊的世界正在瓦解，那麼在這個危機四伏的年代，我們到底要如何修煉自己，才能不僅順利撐過這個關口，還能迎來人生的巨大升級呢？真正的核心密碼藏在2個字裡：覺醒。到底什麼是覺醒？現在的人類正處在一個集體迷茫，但同時也在集體覺醒的十字路口。你會發現，那些你曾經深信不疑的東西，只要拼命賺錢就能幸福，只要往上爬就能獲得尊重，這些固有的3維物質世界的法則正在全面崩塌。很多人之所以撐得很痛苦，正是因為他們死死抓着舊世界的碎片不肯放手。我們必須要面臨一個極其殘酷的真相，阻礙我們絕大多數人覺醒，甚至正在瘋狂透支我們生命能量的罪魁禍首，就是那2個字：名和利。你有沒有在生活中發現一個特別詭異的現象？有些人在商場上突然大發橫財，或者在事業上剛剛一飛沖天，紅得發紫，結果沒過多久，不是突然查出重病，就是家裡遭遇了極大的變故，甚至是鋃鐺入獄。很多人覺得這只是偶然，只是運氣不好。朋友，我告訴你，這背後藏着宇宙間最深沉也最公平的運行法則，因為他把自己的福報提前透支得一乾二淨了。我們老祖宗的智慧裡有一套極其精妙的能量守恆定律，你要搞清楚財富到底是什麼，地位到底是什麼。它們根本不是你憑空創造出來的，它們是你累生累世以及你今生積攢下來的福報的一種變現。人生就像是一場帶着積分賬戶的遊戲，你每做一件善事，每吃一次虧，每承受一次委屈，你的賬戶裡就會存入一筆無形的福報。可是現在的我們呢？從小接受的教育，社會的風氣，都在瘋狂地逼着我們去把福報兌換成看得見、摸得着的金錢。大家都覺得錢是越多越好，名气是越大越好，房子是越豪華越好。大家都在無止境地追名逐利。當一個人突然住進了頂級豪宅，開上了千萬跑車，享受着無數人的吹捧時，從能量場的角度來看，他眼前的這一切往往意味着他所有的无形福報都已經全部套现了。就像那句老話說的，大紅之日往往也是大悲之時。那個巨大的別墅，奢華的裝修，它是需要極強的能量氣場去鎮住的。如果沒有大功大德作為根基，一個普通人硬是要去享受那種窮奢極欲的生活，那簡直就是一場災難。你遲早會被那個巨大的物質氣場給反噬。这就是為什麼古人常常告誡我們2個字：惜福。
你看看那些真正擁有大智慧的人，那些在這個渾濁世間依然活得清透的人，他們都在做什麼？他們在拼命地創造價值，去幫助別人，去給社會解決問題，從而不斷地往自己的生命賬戶裡存入福報。但是他們絕不輕易去享受那些奢靡的物質。一旦你享受的物質大過了你所積累的功德，你就是在透支你的命。透支到了一定程度，老天爺根本不需要親自懲罰你，那個禍患他自己就找上門來了。這叫什麼？這就叫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在2026年那個能量大筛選的關口，老天爺要考驗的絕對不是你銀行卡裡有幾個零，也不是你名下有幾套房，而是你靈魂深處的那個福報底座到底有多厚。福報不夠的人，根基就像沙子一樣鬆軟，时代的巨浪一旦打過來，你就是第一批被捲走的人。因為當你把所有的福報都換成了金錢，你在這個宇宙中就已經沒有任何的安全儲備了，任何一點點風吹草動都能輕而易舉地把你整個人徹底擊垮。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問，為了在這個社會上混口飯吃，為了多賺點錢，我們不得不去應酬，不得不去搞人際關係啊。這就引出了加速消耗你能量的第二個致命陷阱，無效社交。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叫做多個朋友多條路。我今天要在你面前把這句謊言徹底撕碎，千萬不要再信奉這句話了，它騙了無數老實人。回想一下，你是不是也有過這樣的經歷？為了融入某個圈子，你參加了無數個無聊的飯局，在酒桌上，你陪着笑臉，聽着別人吹噓那些毫無營養的廢話。你端着酒杯，喝到胃裡翻江倒海，只為了去加一個所謂大佬的聯繫方式。逢年過節，你小心翼翼地給通訊錄裡幾百個人群發祝福，試圖維護那種可憐的人脈。結果呢？當你真的遇到困難，當你真的需要資源的時候，那些你曾經討好過的人，哪怕你提着禮物去求他們，他們也只會冷冷地回你一句，我很忙。那一刻，你才会痛徹心扉地明白，當你的個人能力、你的資源、你的自身價值還根本配不上你的社交野心時，你所做的一切討好都不過是徒勞無功的笑話。西方心理學裡有一個著名的邓巴數字理論，它早就殘酷地揭示了真相。一個人這一輩子能夠維持相對緊密聯繫的人，絕對不會超過150個，而真正能跟你在風雨中同舟共濟的，可能連5個都不到。我們成年人99%的社交其實都是無效的，它不僅不能給你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幫助，反而是一種巨大的沉没成本，是对你生命能量的极其可怕的损耗。人与人之间關係的本質，從來不是靠低三下四的討好，而是靠價值吸引。當你有足夠強大的實力，當你自己就是一個發光體的時候，你根本不需要去費力尋找人脈，那些好的資源、對的人，自然会被你的光芒吸引過来。有一個很著名的心理學實驗，叫看不見的大猩猩。研究人員讓一群人盯着屏幕，去數幾個打籃球的人到底傳了多少次球。大家為了完成任務，眼睛死死地盯着籃球。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穿着大猩猩的玩偶服，大摇大擺地走到屏幕正中間，還囂張地捶了捶胸口，然後慢悠悠地走了出去。令人震驚的是，實驗結束後，居然有一大半的人根本沒發現那只大猩猩。這個實驗證明了什麼？它證明了，當你的注意力被那些瑣碎的、不重要的事情，比如無效的社交、短期的慾望、無意義的攀比，死死纏住的時候，你會自動屏蔽掉那些真正重要、真正能改變你命運的關鍵信息。在這個即將發生巨變的前夕，如果你還把時間浪費在那些酒肉朋友身上，浪費在討好別人身上，你的內在修為沒有提升，你的認知沒有升級，那麼到了篩選的時刻，
你拿什麼去抵禦風險？猛虎在趕路的時候是絕對不會去追那幾隻小兔子的，將軍的寶劍也絕不是用來斬蒼蠅的。一個真正清醒的人，他懂得把向外討好的精力全部收回來，向內去雕刻自己。他會去讀書，去学習，去精進自己的專業技能，去把自己的心修得如如不動。朋友，如果你不想在2026年被淘汰，從今天開始，請學會對自己的人生進行無情的斷捨離。你要如何才能在這紛亂的世界中找到那種能讓你安然度過危機的隱蔽活法？你要如何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生存系統，讓你在接下來幾年不僅能活下來，還能活得無比豐盛？答案其實就藏在3種極高的人生境界裡。既然前方的風浪已經無法避免，既然舊的生存法則已經失效，那麼為了讓自己不但能撐過2026年那個能量篩選的關口，甚至還能在未來活得更久更好，我們到底該怎麼做？請你一定要在心裡給自己狠狠地建起一道護城河。我總結了真正能讓你逆風翻盤的6個生存法則。首先，第一個，建立你的微習慣系統。我們中國人常講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現在的社会太浮躁了，每個人都在幻想一夜暴富，一夜成名，但凡是來得太快的東西，去得也一定快。你要放棄那種好高騖遠的心態，專注於每天微小但是極其確定的進步。每天讀10頁書，每天做20分鐘運動，每天早睡半個小時。1年下來，這種複利的疊加會讓你產生脫胎換骨的改變。第2個法則，學會真正的斷捨離。你的精力是極其有限的，你必須學會對那些不重要的事情說不，把你生活中那些無意義的社交，那些一直在消耗你能量的破爛關係，全部果斷地切斷，把你的生活簡化到極致，你才能聽到自己內心真正的聲音。第3個，建立你的复合能力。靠单一技能吃一輩子的時代早就被淘汰了，未来的世界屬於那些能夠跨界融合的人。你必須要在一個主技能的基礎之上發展出1-2個副業或者副技能，把它們結合起來，去打造你在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競爭力，這才是誰也搶不走的鐵飯碗。第4個，去創造你真正的生存圈。真正的圈子絕對不是酒桌上用來炫耀、用来攀比的地方，而是一個可以讓你在風雨飄搖中停靠的港灣。去找到那麼3-5個能夠跟你相互支持、同舟共濟的靈魂伴侶或摯友。當大環境崩潰的時候，你們可以背靠着背，互相取暖。第5點，保持你的財務緩衝。無論你現在每個月賺多少錢，請你務必一定要確保自己賬上有一筆最起碼能維持你6個月基礎生活的備用金。這筆錢絕對不能去炒股，不能去投資，它甚至不是用来生錢的。這筆錢買的是你在面臨失業、裁員、突發危機時那份不至於瞬間崩潰的心理安全感。最後一點，也是最核心的一點，找到你不可撼动的內在動力。那些能安然度過人生大關口的人，心裡都極其清楚，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活。不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不是為了迎合社會的標準，而是內心深處真正的使命感。我們佛家把這個叫做發菩提心。一旦你找到了这個內核，外界的環境再怎麼惡劣，你都不會輕易倒下。各位朋友，聽完這6點，你可能會覺得道理我都懂，可是要做到放下慾望，看淡外物，真的太難了。我們到底要怎麼修這顆心？我想給各位講一個真正把生命修到了極致的人。在這個紛擾的世界裡，他向我們展示了一種最了不起的隱蔽活法。他叫李叔同，也就是後來震撼了無數人的弘一法師。林語堂先生曾經評價過，李叔同是我們那個時代最有才華的天才之一。
就連傲氣十足的張愛玲也感嘆，我在李叔同面前就像是一隻螞蟻一樣謙卑。在39歲之前，李叔同享受過這世間最頂級的榮華富貴，他懂詩詞，懂音律，懂油畫，那是何等風光的前半生。可是在經歷了家族的衰落，母親的離世之後，他深深地體會到了人世間那種愛而不得的痛苦與無奈。於是在39歲那一年，他做出了一個讓全天下人都震驚的決定，拋下所有的名利與牽絆，剃度出家。出家後，他看透了人間的疾苦，做到了真正的知足常樂，超脫塵俗。在他臨終圓寂的時候，他回顧了自己這一輩子經歷的繁華，受過的情傷，吃過的苦楚，最後只留下了4個字來總結這一生：悲心交集。各位，請你們靜下心來想一想，這是何等宏大，何等通透的境界。我們人這一生，不就是悲傷與喜悅相互交織的嗎？你只有看透了這一點，接納了生命的殘缺，你才能活得自在。弘一法師的修行可以用2個極其簡單的詞來概括，這也是我今天最想送給你們的護身符。第一個詞叫做知足。弘一法師講過，知足常足，方能一生無辱；知止常止，方可終生無恥。你內心深處的那份安寧和恬靜，全來自於這種知足的生活態度。有一次，弘一法師雲遊到寧波，住在一個極其破落簡陋的小旅館裡。他的好朋友夏全尊居士去看望他，看到那個環境，心裡非常難受，忍不住問法師，這旅館條件這麼差，住得還行嗎？弘一法師连连點頭，笑着說，很好很好，臭蟲不多，店主也很和善，住得很好。他外出雲遊，行李簡單到讓人心酸，一個破舊的草席包就是他的鋪蓋卷，一條用了好幾年的毛巾已經洗得發黑，到處都是破洞。有人實在看不下去了，要給他換一條新的，可弘一法師卻擺擺手說，東西還能用，既然能用，那就跟新的是差不多的。你看，無論是多麼寒酸的居住條件，還是多麼破敗的日常物品，他卻覺得已經很滿足了，因為他的心是滿的。反觀現在的我們，為什麼那麼痛苦？因為我們總是這山望着那山高，哪怕住上了大房子，還在盯着別人家的別墅。不懂得知足的人，永遠是慾望的奴隸。我前面講，很多人撐不到2026年，就是因為他們的慾望太大，福報太薄，自身的能量都被這些外在的攀比給活活抽乾了。第2個詞叫做淡然。弘一法師出家的那20多年，正是中國社会最動盪、戰亂最頻繁的時期，大家的日子都過得很苦。可是這位曾經享受過半世榮華的富家公子，卻絲毫不覺得艱難。有一天，老朋友來看他，看到弘一法師吃飯時，桌子上竟然只有一道乾巴巴的鹹菜。朋友很不忍心地問，法師，只吃這道鹹菜，不會太鹹了嗎？弘一法師淡淡地回了一句，鹹，有鹹的味道。吃完飯，弘一法師倒了一杯白開水喝。朋友又問，怎麼連一點茶葉都沒有，只喝着白開水，是不是太寡淡了？弘一法師笑了笑說，白開水雖然淡，但是它有淡的味道。這句話如同雷霆一般，擊中了無數人的靈魂。朋友，你聽懂了嗎？在弘一法師看來，生活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鹹也好，淡也罷，順境也好，逆境也罷，這都是生活最真實的味道。只要你用心去品嘗，它就別有一番人生的樂趣。當你有了這樣的心態，再怎麼艱難的日子，再怎麼糟糕的大環境，你也能過得如詩如畫，不被外在的環境所牽引、所綁架。這是一個成年人最大的福氣。不管未來幾年這個世界會發生多麼不可思議的巨變，只要你能修出這種鹹淡皆可的淡然心態，你的能量
就是絕對穩定的，你的力量是向內的，是不受外界干擾的，這才是真正百毒不侵的强者之道。朋友們，我們刚刚講了要懂得放下，要學會像弘一法師那樣，用知足和淡然來守住自己的能量。這背後其實引出了我們今天整場分享最根本也是最觸及靈魂的一個問題。在這個越來越捲、越來越焦慮的時代，我們拼命地去提升自己，去向內修行，最終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為了賺更多的錢嗎？是為了比別人爬得更高嗎？都不是。我告訴你，我們修行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在這個千瘡百孔的世界上獲得一種極其了不起的能力，那就是讓自己快樂的能力。為了讓你徹底明白這個道理，我想給你講一個極具哲理，甚至能改變你後半生命運的故事。有一個女兒，因為生活的不如意，跑去向她的父親大倒苦水。她哭着抱怨說，自己的生活總是充滿了无盡的坎坷和艰辛，剛剛解決了一個麻煩，馬上又會冒出新的麻煩。她覺得太累了，她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嘗過什麼是快樂的滋味了，甚至覺得自己快要撐不下去了。這位飽經滄桑的父親聽完，一句話也沒有說。他默默地把女兒帶進了廚房，他拿出了3只鍋，倒滿水，然後分別把1根胡蘿蔔、1個生雞蛋，還有1把碎咖啡豆放進了這3只不同的鍋裡。接着，他開大火，讓這3鍋水開始劇烈的沸騰。20分鐘後，父親關掉火，把煮好的胡蘿蔔、雞蛋和咖啡分別盛了出來，擺在女兒面前。這個時候，他輕聲問女兒：“孩子，你看到了什麼？”女兒抹了抹眼淚，很不耐煩地回答：“還能有什麼？不就是煮熟的胡蘿蔔、雞蛋，還有1杯咖啡嗎？”父親搖搖頭，溫和地說：“你再用手去摸一摸，用心去感受一下，它們發生了什麼變化。”女兒伸出手去碰了碰，有些驚訝地回答說：“這根胡蘿蔔原本是很硬的，現在變得軟爛如泥了。這個雞蛋原本是很脆弱的，一碰就碎，但現在它的內心變得非常堅硬。而這杯咖啡好香啊。”父親點了點頭，語重心長地看着女兒說：“你看，這3樣東西，他們剛剛都遇到了完全相同的逆境，那就是那鍋滾燙的開水。但是他們最後的結局卻截然不同。胡蘿蔔在遇到開水之前，看起來是那麼的堅強，不可一世。可是經過沸水的煎熬，它徹底軟弱了，失去了原本的形狀。那個雞蛋原本只有一層薄薄的殼，保護着脆弱的內心。被沸水煮過之後，它雖然沒有破，但它的心卻變得像石頭一樣硬，再也沒有了柔軟。可是你看看那個咖啡豆，它是最了不起的。它不僅沒有被那鍋滾燙的開水所摧毀，它反而用自己的內在改變了那鍋水的顏色，改變了那鍋水的味道。更神奇的是，那鍋水越是滚燙，它散发出来的咖啡香味就越是濃郁，越是迷人。這個故事雖然很短，但是朋友們，它裡面蘊含的那個道理，真的值得我們在無數個深夜裡去反復回味。人生在世，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遇到那鍋滾燙的開水，它可能是事業的破產，可能是親人的離去，可能是疾病的折磨，更可能就是我们即将要面對的2026年那场殘酷的时代大洗牌。然而，面對这鍋沸水，你要怎麼選？你是要像那根胡蘿蔔一樣，被現實的壓力煎熬得軟弱不堪，失去自我，還是像那個雞蛋一樣，被生活傷透了心，從此封閉自己，變得冷漠無情？或者，你是要像那個咖啡豆一樣，去享受那個痛苦的過程，甚至用自己內心的能量去改變那個惡劣的環境？這個選擇權從來都不在別人手裡，它完完全全地掌握在你自己的手裡。所以我才對你說，
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上，能夠讓自己快樂，是一種極度稀缺、極其了不起的能力。既然外界的環境發生的倒霉事你沒有辦法去改變，那我們不如回過頭來去豐盈我們自己，去狠狠地修煉我們自己的那顆心。當你的心境提高了，當你的格局撑大了，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什麼困難能夠攪亂你的步伐。到那個時候，你也自然就無所謂快不快樂了，因為你自己本身就是快樂的源泉。那麼普通人到底要怎么去修煉這顆心呢？我給你3個最實在的方向。第一，去讀書。著名作家梁晓聲先生講過一段非常打動人的話，他說，讀書的目的不在於讓你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於當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最深的泥潭時，它能夠給你一種內在的力量。讀書就是讓你在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時候，依然能夠在靈魂深處相信前方還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高光時刻。第二，去運動。心理學家早就發現，那些喜歡運動、經常流汗的人，更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當你在奔跑、在舉鐵、在拉伸的時候，你體內的負能量是在順着汗水往外排的。經常運動的人，心胸會更開闊，心態會更陽光。他不會把時間浪費在抱怨現狀上，更不會畏懼失敗。第三，去擁抱大自然，去結交真正的知己。美學大師朱光潛先生說過，你碰到一件大喜事，如果沒有人跟你一同歡喜，你的那個歡喜就要減少7、8分。你碰到一件大災難，如果沒有人跟你一同悲傷，你的那個悲痛就要增加7、8分。在這個冷漠的時代，如果能有3、5個真正懂你的靈魂伴侶，周末一起去爬爬山、看看海，那實在是我們人生的一大幸事。朋友，當你把這幾點都想通了，你再回過頭去看最頂級的哲學經典《中庸》裡的一句話，你就會有醍醐灌頂的體會。《中庸》裡講，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怨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一個真正的高人，他無論身處什麼樣的境遇，都能怡然自得。把他放在富貴裡，他就安於富貴，不去驕奢淫逸；把他扔進貧賤裡，他就安於貧賤，不去怨天尤人；把他丟進患難裡，他就安於患難，在絕境中開出花來。他不怨天，不尤人。這就是我們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獲得終極快樂與內心平靜的最高明的智慧。視頻看到這裡，我們再回到最開始的那個話題。我前面說，很多人可能都撐不到2026年了，為什麼？就是因為在未來這幾年，宇宙的能量場正在發生極其劇烈的變化，舊的秩序在瓦解，外部的一切都會變得非常不可靠。到那個時候，你唯一能夠依靠的，不是你銀行裡的數字，不是你通訊錄裡的人脈，而是你內在的那份定力，是你那顆哪怕天塌下來也能讓自己安然自得的強大的心。如果你到今天還像那根胡蘿蔔一樣，碰到一點點壓力就崩潰，遇到一點點挫折就放棄自己，那你毫無疑問就是第一批被时代无情淘汰掉的人。你只有把自己修煉成那顆坚韌的咖啡豆，你才能夠在那個最滾燙的沸水裡，不但不被毀滅，反而能夠轉化逆境，散發出你自己最獨特、最濃郁的生命醇香。你過的是苦還是樂，從來都不取決於老天爺，全在我們自己的一念之間。不如從今天開始，就把生活裡經歷的那些委屈、挫折、樁樁漸漸的破事，全都當成是滋養我們靈魂升華的肥料。當你能夠做到全然接納它們的時候，你想要的那個美好的未來，它自然就會向你奔赴而來。2026年，它並不遙遠，但你也不必有任何的恐懼。
因為你是會被淘汰，還是會迎來巨大的人生升華，那個最終的答案就藏在你今天看完這條視頻之後內心做出的那個選擇裡。我相信只要你從這一刻起願意去行動，願意去改变，願意去成長，到了2026年那個關鍵的路口，當你再次回首往事，你一定會熱淚盈眶地感謝今天這個哪怕在暗夜裡也絕不放棄，咬牙重生的你自己。祝各位無論世事如何變遷，都能擁有一顆如如不動的心。我們高處見。